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魂斗罗重生》。这是一款2009年科乐美出品在Win平台的魂斗罗游戏。那本期的视频呢，由凯尔文·布莱恩特这位小伙伴提供，整个流程也是他手打，并且在实体机上录制的。选择的人物是4个，比尔，这是咱们的老面孔了。另外呢，还有来自于新魂斗罗的忍者柳生玄兵卫，以及蜥蜴人普利斯肯。再有呢，就是现在选的这位小的女机器人，叫做亚棉。第一关的场景是在一艘飞船上，这个小机器人亚棉就是这个飞船的船长。另外，开局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剧情吧。其实呢，这个小伙伴在提供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他是有开场的过场的剧情交代的，但是我都剪掉了。因为实在是太长了，这些剧情加在一起大概要6分多钟。剧情方面是2633年，新沙罗曼蛇组织的领导人穿越回到了1973年，想要把魂斗罗部队消灭在萌芽状态。他们在中美的尤加坦半岛的静冈神社修建基地。这个时候呢，银河大统领发现了这个阴谋，派出魂斗罗的部队消灭敌人。派出魂斗罗部队，你就要回到过去，就要回到1973年，所以这艘飞船呢，就是带领着主人公们回到过去的。那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被敌人袭击了。这样，身为船长的这个小机器人也需要作战。那虽然本作人物有4个，但是武器没有差别，它并不像世嘉 MD 平台的魂斗罗铁血兵团一样。那4个人的武器吃到了性能是不一样的本作没有，并且本作的武器呢也比较单一 ，S、L 还有 H。S 呢就是这个霰弹枪 ，L 是激光 ，H 呢是跟踪子弹。另外高难度模式下呢可以吃到 N 就是把你的现有武器清空，变成初始的状态。那大家听这个 BGM 应该很熟悉了。本作因为出品的时间其实稍晚了，已经到了09年，所以说整个流程当中使用的 BGM 大部分都是原来街机平台啊、FC 平台、MD 平台的经典的 BGM。这个熟悉的小伙伴能够听出来，我不做过多的介绍了。第二关，第二关来到了过去的地球。这种时空穿越的剧情呢，我感觉不是很有新意，因为魂斗罗系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剧情不多，并且呢，还有一点就是本作的时间跨度太长了。像大家玩魂斗罗初代的时候，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，那你像它有的时候好多年咱们接触不到它在常见的机种上的新作。可能隔个10几20年才又玩到，而且呢，它作为一款动作射击游戏，剧情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。但归根结底，这个锅真的要甩给它的剧情设定上，我感觉是有一些问题。这个 BOSS 恐怕魂斗罗精神也有。设计上非常像魂斗罗初代的第1关的 BOSS。上面一个小兵拿着枪，然后呢有2个炮台，下面是一个弱点。这个小机器人的人设是这样的，他是魂斗罗铁血兵团那里边的机器人的后续机种。但是咱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后续机种这个武器的类型反而变少了，而且呢，因为系统上的原因啊，也没有了全屏攻击。本作呢，因为之前我录制过一次，也是小伙伴提供的录像。那本作给我最大的感觉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小品级的游戏，整个流程也应该是系列最短的，只有5关。这个小 boss 离得比较远，所以它的体积变小了，但是它在发射这些导弹，这让我有一点
恍惚，好像是激战的场景。武器好像也没有增强的系统，只是这3种武器来回的切。另外，你可以储存一个。这个武器系统我感觉做的还不如 GB 版。GB 版呢，你吃到1个 S 的时候，你是3项子弹，然后吃到2个 S 呢，它是5项，就是它有加强的要素。这个机器人是跳的，那人物呢是没有血条的，应该是碰一下就挂了。刚刚 BOSS 的这个姿势啊，我感觉这个车应该减速。这小机器人的贴图实在是看着太小了，不知道和其他的角色比呢有没有优势？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玩飞行射击游戏的时候，尤其是街机平台的那些，很多飞机啊，它的体积是不一样的，着弹的面积判定也是不一样的。很多小伙伴就喜欢选小的，是因为它着弹面积比较小。第3关就是来到了，看样子是高速公路。像这样的场景，硬核游戏一般都有设定，就是你如果从车上跳下去，你的1条命就没有了。L 我觉得，反正 L 这个武器，在这个场景下，在这个系统之下，我应该是不喜欢的。哇，这个导弹非常的密集啊！而且也很大，还能打下来。哦，敌人还抓着这个子弹，这个真让我想起了超级魂斗罗。最后打那个火箭的时候，咱们需要抓着这些导弹和最终 BOSS 打。开场上面显示02，但其实应该是3条命吧。那00的时候还有1条。本作我没有发现30条命的秘技。秘技上是有一个进入调试模式的测试模式。哇，这是一个忍者，扔了好多手里剑，还好这个车有2层啊，车厢里边也可以下去，并且呢，真的这个机器人的体积真的是小。哇，太密了！我天，这魂斗罗动作射击啊，这搞成了弹幕游戏了都。刚刚是个羊驼标志吗？哎，再撞这个车就出了屏幕了。这司机要好好开车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车不能被撞得太多下吧，撞出去了就没有落脚点了。尤其是被连续的撞是不成的。好，那到这些神兽身上了。啊，敌人从后面来。哦，这个坑越来越大了，有点极限。而且呢，这个机器你不能拆了。啊，这个导弹大，好大，比之前的导弹感觉都要粗。哦，这一发下去，估计没人受得了。这里用 S 还是不错的选择。
分头行动。爬到车上了，它的下边那个弱点的位置看起来像是生物的一部分。这里就是被板了。刚刚激光的这个速度，这谁能反应得过来啊？感觉这个 boss 差不多了。已经冒烟了。哦，又有新花样。这种攻击方式太弱了。还是激光那个有威胁，非常的快。好，他炸了。哇，剩个头，这一顿反弹，过关。11分钟过了3关，后面还有2关。第5关打完之后呢，是要打最终 BOSS 的。最终 BOSS 看起来在章节上和最后一关还是2个环节，但最终 BOSS 只有1个 BOSS。这里要去地下了，就是静冈神社的入口。下面敌人有发射激光的机器，你需要把它的拆掉，然后激光才消失。S 弹真的是太经典的武器了，在绝大部分魂斗罗系列当中，我都喜欢这款武器。好，换了，那边是岩浆了，出现了岩浆的地形。虽然本作的武器系统略显单调吧，但是还是给人一种每种武器都有用这样一个感觉。S 呢是个适合常规阶段 ，H 呢在一些特殊的地段非常好用，像刚才那个地方，它可以绕过岩浆来清掉下面的敌人，这也太危险了。这个小石像看来是一个守护兽啊！哎呦，它发射的这个子弹，紫色的这个看起来真的很眼熟，但是我不大能想起来是哪部作品了。是不是合金弹头系列有一个 BOSS 会扔这种东西，而且好像比这个还大？哇，这个前景加了背景。感觉有些地方看不清啊，这个加难度啊。激光的部分先清掉，下面还有岩浆喷出来。这有梯子，墙壁上有梯子。但是这个攀爬的特性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一下子想起某一款游戏，我是想得起来了，《忍者龙剑传》就太像了这里。BOSS 战一个石像。上面的石头要靠它来清。而且石头里边还有敌人，看起来。掉下来了，过关。这个电梯下降的过程让我想起了 NDS 平台的《恶魔城》的一座，就是女主的那座，感觉那座真的太难了。好像第2关的 BOSS 吧，就是在电梯里面打一个大蜘蛛啊，还是什么，特别难。
刚刚那个场景真的让我想起了那个 BOSS。第5关了啊！这个第5关的背景一看啊，就是敌人的基地，有很多异形的一些生物，还有你现在的场景踩的好像也是异形身体的一部分。那另外给大家剧透一下吧，因为后面的这个过场什么的我剪掉了。好，这个 BOSS 应该看起来眼熟啊，中间一个心脏，旁边是能扔出这种外星异形的巢穴，但这里有6个，然后魂斗罗初代是4个。啊，那个时候如果有 F 或者 S 的话，尽量能把这4个都清掉，然后再打 BOSS。这个心脏做的更像了。剧情方面呢，咱们现在是4个主人公可以选，其中有一个是蜥蜴人布利斯肯，他呢其实就是新沙罗曼蛇组织的领导人，他已经卧底到咱们的魂斗罗部队当中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好像是没有后续了，就是他就交代了一下他是卧底，然后就没了。另外本作呢好像也没有续作，这个剧情也没有交代完，也很遗憾。这魂斗罗的跨度实在是太大了。我都在想，要不要跟我儿子交代一下，就是这个剧情若有交代日啊，家祭勿忘告代我。你真的不知道他下部作品，尤其正统作品什么时间出，然后剧情是什么，能不能把前面剧情的坑填了，这都不知道。好多这个虫子啊，这个虫子形态上就非常像魂斗罗2代最终 BOSS 那个形态，但看起来是幼体。好，上面来了一个家伙，这个家伙就特别像魂斗罗初代 FC 版的第6关的 BOSS， 但是实际上这个 BOSS 呢，它的这个强度啊应该是很高的，因为呢它是阶级版的魂斗罗初代的最终 BOSS。这回放出的不是小龙了，是这种大蜈蚣啊，两边的爪子还能碎。过关了。那后面呢还有一个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打起来要稍微就流程上稍微长一点吧。魂斗罗的 BOSS 给人的感觉都不是很抗打。还给了个武器，2个。这里的卷轴的方向的变化，给人感觉真的和之前的游戏呢不一样。这个操作上，有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，因为上下左右怎么变的。这是顺时针转了一圈吗？那下个回合就回去了。BOSS 捡了很多垃圾，都被清了。哦，又转回来了，始终不给正常的视角。而且呢，他总藏在垃圾后边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趁这个机会要好好输出。攻击方式又是这种，这个套路不多呀。我感觉还是魂斗罗铁血兵团那个 BOSS 啊，这个输出的手段更多一点。好的，通关了。那这款游戏总体给我的感觉真的还是一款小品级的游戏吧。虽然制作方面你可以发现，在系统上、画面上和 FC 相比啊，它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但是啊，这2部作品毕竟是时隔了20多年。那以2009年的视角来看呢，这款游戏的素质还可以吧，就是你拿过来玩个1遍2遍，你能通关了也就完事儿了。
好像是没什么特别值得深究的一些要素。好吧，这样一款 Win 平台的魂斗罗重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